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今天从整个行情来看，我们看到比特币有大概一个点的下跌啊。那么以太坊呢继续上行，今天涨幅达到2.27%。那以太坊的上涨呢，主要是因为今天在数个小时，以太坊将有可能有机会通过美国的 ETF。那预期的之前往往是一个上涨行情，预期落地之后。这个预期呢，如果是正面的，会出现一个快速的上行插针，然后回落，然后回到以太坊原有的行情当中。那么如果预期落空的情况下，那么以太坊将面临着快速下跌和迅速的反弹。总而言之呢，消息面对整个金融市场或者是整个数字货币市场，特别是有高预期的标的来说是一个机会，但是呢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在这种风险的情况下，一定要保持清醒，保持警惕。那大的行情呢，从比特币和以太坊的趋势来讲，仍然是一个上行的趋势，但是呢短时间内我们要经受的是消息面落地前后的一个风险。那么从比特币的行情来看，我们看到比特币在71000美金附近是存在一定压力的。那这里的压力呢，主要是由于前高73777美金，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了3次。那本次呢是第4次的等位置波峰，等位置波峰附近呢是存在压力的，但是这轮行情我们看到已经在高位出现了4次的位于71000美金的等位置波峰。那么根据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上方是容易出现突破行情的，但是在突破之前呢，我们认为本轮行情已经经历了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并且反弹到前面行情当中的一个平头哥位于71000美金的压力位，因此呢回踩之后才是一个比较好的在日线级别上进场的一个位置。同时呢，在周线级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本轮行情在周线级别上，在5月初的行情当中就出现了一个悟空阳线。本轮行情在周线级别上已经走出8节阳线的趋势。那再往上走，周线级别对于比特币来说是有预期走出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呢突破73777美金这个高点继续上行。然后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提到了一个交易对，就是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那从这个交易对来看，我们看到在日线级别和周线级别上纷纷出现了一个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完之后，本日今天走8节阳线，正在尝试走出8节阳线，但没有完全走出来。那么如果这轮行情能够完成它的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甚至是周线级别的上涨吸油，那么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将会迎来一定的反转。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调整过程是非常长的，高点是在21年12月6日出现的，那么距离今天已经3年有余。高点出现之后呢，反复震荡，高位震荡，并且跌破了位于0.06的平台期。跌破之后呢，我们看到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接日对进入到了黄金坑的位置。那么由于消息面的影响因素，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在前天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走出了悟空阳线，这意味着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有着一个比较好的上涨趋势。然后我们回到以太坊和 USDT 的交易对当中，回到这个交易对上，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这个交易对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底边线是相对水平的，位于3052美金附近那么上边线是由波峰连线连过来的，然后在近焦点附近，也就是5月20日焦点位的这个位置上发动了上行和突破了原有的横盘整理结构。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个横盘整理结构呢，是由于连续上涨之后的一个下跌产生的。那么连续上涨之后，下跌过程当中形成巨大的筹码缺口，筹码缺口经历了1次回补、2次回补、3次回补之后，形成收敛三角形结构。我们认为一个收敛三角形结构在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容易发生变盘，结果它在焦点位发动变盘，并且结束了它的这个收敛三角形。那么目前为止，它的上攻结构还没有完全走出来，但是我们认为前天的这个大阳线是属于以太坊的一个悟空阳线，有了日线级别悟空阳线，上方可能就会出现8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最终走完它的新的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那么如果这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对继续的话，我们将会看到以太坊在24年2月到24年3月份这轮行情的上涨将会在今年5月份出现一个上涨类型的平行结构。那么与此类似的是 BNB， 那在 BNB 和 USDT 的交易对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结构，但是 BNB 的这个结构回溯的位置就比较久远。
那么我们可以在周线级别上可以看到，周线级别 BNB 在21年到21年4月21年1月到21年4月走出了一个急速上涨行情。那么走到当前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已经有了这个趋势。那这个趋势呢，将意味着 BNB 将会重蹈覆辙一般的回到21年1月到21年4月的这个上涨，做一个相对的一个平行式的上涨结构。这是从周线角度出发。那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 BNB 形成了一个箱体结构。那这个箱体结构呢，内嵌了一个收敛三角形，也和以太坊类似的是收敛三角形的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了变盘。与 BNB 与以太坊不同的是BNB 的结构相对来说更加稳定。它在高位上形成箱体，形成收敛三角形之后，那么目前已经到达箱体的上边线。从上边线的这个位置上，我们也可以看到4次等位置波峰。我们认为4次等位置波峰形成之后容易发生突破。那么目前 BNB 正在完成本轮行情的一个突破的过程。在突破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5月21日，也就是以太坊上攻的这一天，前天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那有了这个悟空阳线之后，上方是有8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所以呢，今天虽然有微弱的调整，但是并不影响 BNB 更大的趋势走出来所以呢 BNB 我仍然认为它有一个$1500以上的一个预期。然后呢，我们回到云图当中，那么市值排名前500的这个云图呢，今天走势比较乱，大部分币种呢出现了一个调整。红色的方块呢代表调整，绿色的方块代表上涨，灰色的方块像这个比特币、BCH、USDT 这种灰色的方块呢代表是横盘。那虽然呢是大部分币种都处在调整过程当中，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以太坊和以太坊序列下的预言机板块、以太坊的再质押板块都有一些币种出现了跟随以太坊的上涨行情。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抹膜板块目前龙头是 People 和 PEP 也出现了一定的上涨。那么随着板块轮动，我更多的认为游戏板块、GameFi 板块、AI 板块AI 板块和 GameFi 板块这两个板块当中会有小市值的龙头出现。那么这2天行情，我们也可以看到前2天提到的 GameFi 板块当中的龙头币种 YJJ 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涨，但是呢，这里的上涨还是相对于以太坊来说是比较落后的。相对于抹膜板块的 PEP、People 这类的急速上涨行情的龙头币种也是比较落后的，因此呢，当前仍然可以布局 YJJ。那与 YJJ 同板块的龙头Gala。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走势也比较不错，但是呢，这个位置它仍然类似于 YJJ 走横盘结构。那这里的横盘结构，我们可以通过收敛三角形画出来。我们认为这个收敛三角形的底边线，也就是下方日线级别144均线位于0.042美金附近，它是一个支撑位。那么随着行情的发展，GameFi 板块龙头币种 YJJ 和 Gala， 我们认为类似 Gala 这种会走出一个收敛三角形，横盘收敛三角形，在近焦点附近发动突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焦点与 BNB 与以太坊来说，它的焦点位是靠后的，这个焦点位呢大概是在6月初才会到达。因此呢，我们在板块轮动当中应该重点关注的是未爆发币种的一个潜力。那同时呢，值得注意的一点，我们 K 线西游战法讲究的是仓位控制，讲究的是位置，讲的是趋势。那么在大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比特币、以太坊出现了快速上行、上攻的突破结构的动作。那么在板块和热点币种当中，类似 Gala、类似 YJJ 的这个币种位置还比较偏下。那么相对于来说，这是一个次优解那在行情当中，我们不仅仅要追击最优解，类似这轮行情的最优解可能就是以太坊、PEP、People 这种快速上涨行情。那么往往这种最优解不容易抓到，那最优解呢往往是凭的是运气，但是次优解是容易捕捉到的。在行情当中，很多次优解也是这轮上涨行情、这轮牛市行情的一个捡钱类的币种。那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话，可以购买我这本书，也可以加入我的会员群。感谢大家，再见。